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一转眼就到了秋天，是苹果收获的季节。今天来做个应季的苹果丹麦酥，酸甜的苹果搭配坚果味道浓郁的杏仁黄油馅料，底部是轻盈酥脆的千层酥皮，吃上一口就觉得秋冬的节日气氛到位了。丹麦酥的制作需要千层酥皮，不想自己动手制作的话，我在先前的翻转番茄塔的视频中推荐过市售的冷冻酥皮，省时省力，非常好用。如果你因为一些原因不想使用冷冻酥皮，比如你所在的地方没办法很容易的买到冷冻酥皮，比较介意冷冻酥皮中使用的棕榈油和人造黄油，像是我买的这一款，或是觉得冷冻酥皮的香气和味道不如自己在家制作的好，但又觉得开酥的步骤过于繁琐且难度不低，那么今天的视频中，我将介绍一种简易的千层酥皮的做法。它操作相对来说简单许多，容错率也更大，但却能达到非常接近传统千层酥皮的效果。制作这款简易的千层酥皮，我们需要的材料有：中筋面粉450克，切成薄片的冷藏的无盐黄油170克。这些薄片状的黄油在经过擀制和折叠后，分布在酥皮中，能够形成类似千层酥皮中黄油夹层的效果。在使用前都要放在冰箱冷藏室保持低温。冷冻的无盐黄油170克，要冻得非常硬。我是提前将黄油切成了小块，冷冻了2小时。冰水250克，细砂糖25克，盐3克。在食物料理机中加入低筋面粉、冷冻的无盐黄油、细砂糖和盐。以点按模式搅打大约8到10次。如果没有食物料理机的话，这里也可以直接冷冻大块的无盐黄油，然后用擦丝器将黄油擦入面粉中，将混合好的面粉黄油倒入一个大一点的搅拌盆中，加入薄片状的无盐黄油。接下来要用手操作，如果你像我一样手温比较高的话，最好还是戴上一次性手套，能稍微隔离一些温度，防止黄油在操作的过程中过度融化。用面粉将全部的黄油包裹起来，轻轻分离粘在一起的黄油，分次加入冰水，每次加入后都搅拌混合均匀，让水分均匀分布。之后再加水就倒在盆底散落的干面粉上。冰水的具体用量与你面粉的吸水程度有关，不同品种的小麦做成的面粉吸水量会不同。250克冰水是适用于我所用的面粉，你可以根据实际的面团的状态做调整，稍微多一点或者少一点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但是太少的话面团会比较干，不利于后续的擀制操作，直到盆底不再有散落的干面粉即可。这里暂时不需要揉成团。将混合物转移到案板上，轻轻用手把面团按压聚集到一起成团。可以用这种铲刀将散落的面粉和黄油从案板上刮下来。成团后稍微擀薄一点，用2张保鲜膜垂直交叉着将面团包起来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一个保鲜膜形成的方形的形状，能够帮助我们给面团塑形。用擀面杖轻轻将面团擀开擀薄，形成一个均匀的方形。操作过程中，黄油会逐渐升温变软，所以擀制结束后，将面团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时。
冷藏是黄油降温，避免后续操作的过程中过度融化。冷藏的时候，面团中的水分分布也会更加均匀，面筋也有机会得到放松，方便后续的操作。2小时后，从冰箱中取出面团，冷藏后的黄油会变硬，此时用擀面杖轻轻敲打面团，这个过程能让低温状态的黄油延展性增加，稍后擀制的时候不容易断裂。将面团朝着一个方向擀开，到长宽比大约为3:1的状态。我这里是大约将面团擀成了长60厘米、宽20厘米的大小。擀的时候如果觉得有些粘黏，就可以多撒一些干面粉。擀开后，沿着长边将面团进行3折。3折后，沿着开口的方向，也就是刚才的短边，将面团继续擀成长宽比大约为3:1的状态，大小与刚才接近即可。同样进行3折。我们的酥皮就制作好了。我这里是把酥皮切分成了2份来操作，另一份包好放入冰箱冷藏室冷藏。如果你不需要用到这么多的酥皮的话，可以直接放入冷冻室冷冻，能够保存2-3个月。使用的时候就像市售的冷冻酥皮一样，解冻后正常操作即可。另一半的酥皮轻轻擀开，我家的室温比较高，经过一番操作后，酥皮里的黄油实在太软了，我就把酥皮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入冰箱冷藏30分钟。此时可以开始预热烤箱到200摄氏度或400华氏度，刚好可以趁这个时间来准备杏仁黄油馅料和苹果。这些是杏仁黄油馅料所需的材料：杏仁粉80克，无盐黄油90克，细砂糖90克，鸡蛋1个。所有材料都是室温的状态。在大一点的搅拌盆中加入无盐黄油和全部的细砂糖，用刮刀搅拌到2者完全混合均匀。磕入鸡蛋，同样搅拌均匀到蛋液完全被吸收后，再倒入全部的杏仁粉。充分拌匀，我们的杏仁黄油馅料就做好了。另外，准备苹果2到3个左右。不同品种的苹果酸甜度会有些差异，喜欢酸一点的可以用青苹果。我今天用的是爱妃苹果，会偏甜一些。今天的配方苹果用量不多，所以吃起来区别不会差别太大，不用纠结选用哪种苹果更合适，这里选择你喜欢的苹果品种就好。苹果对半切开后，挖去果核，切成薄片状。因为烘烤过后苹果会缩水，这里不需要切得太薄，否则烤过后变得太干就不好吃了。这里是冷藏了30分钟后的酥皮，把它擀得更大更薄一些。我这里是做成了大约30厘米长、28厘米宽的样子，把不整齐的边缘切掉，均匀切分成9份。取出其中1片，如果你的面团面筋比较强，拿起来的时候回缩比较厉害的话，就再擀成大约边长10厘米的正方形片状。这里的形状也不需要做得特别完美，烤出来后都会非常好吃。沿着对角线对折，
接着沿着2条短边各切1刀，打开后交叉折叠过来，我们丹麦酥的整形就完成了。在其中填上杏仁黄油馅料。如果你想要烤出来好看一些的话，就不需要学我放的那么多，最后会流的到处都是，大概1大勺的量就够了。轻轻抹平后，均匀摆上苹果片，送入预热好的烤箱中，200摄氏度或400华氏度烘烤28分钟，烤到酥皮表面金黄上色就可以出炉了。杏仁黄油馅料放多了就是这种效果，但并不影响它好吃，只是不够规整好看。拿一个看看酥皮的分层情况，可以说不输给传统开酥方法做出的酥皮。这一盘馅料放的少一些，看着就更漂亮一点。趁热转移到烤架上放凉，防止底部水汽聚集，使得酥皮变软。我还用边角料单独烤了一片纯酥皮，给大家看一下没有装填馅料的情况下酥皮的膨胀效果。虽然没有传统开酥方法烘烤后那么整齐，但蓬松度和酥脆的程度都非常接近。吃之前可以撒上一些糖粉装饰一下。苹果酸甜的味道在烘烤过后会更加浓缩，搭配杏仁黄油所带来的坚果的香气，底部的千层酥皮酥脆轻盈，有着浓郁的黄油的味道，搭配一杯咖啡做下午茶真的再合适不过了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了，喜欢我视频的话，不要忘记点赞、收藏并订阅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